今天要来找马家山龟壳花，下雨起大雾啊！对，没错，还红斑蛇很好，它都没有臭臭的。中了，哎、好像红斑蛇啊！各位马龟，你小心点。感谢山神，今天让我们看到马家山龟壳花。嘿，大家好，我们创业者，我是君凯凯，好久不见啦！我们很少用那个开车的方式开场，上次这个开场方式应该是菊龟吧？对，现在是蛇类的季末，我们上山找一个特别的物种，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我想看的东西。我们今天要看什么？来看，我们今天要来找马家山龟壳花。为什么？因为今天刚好是秋冬交换之际，而且下雨起大雾啊！对，没错，近期呢突然热转凉，寒流来了，东北季风下来，寒冷的气候呢，我们的马龟就要出门了。这一个是非常特别的物种啊。上次我们有一支影片是介绍到马家山龟壳花，但是遇到它的时候刚好是夏季，其实不太正常。它真正的旺季是在秋末冬初的时候，就是 right now， 现在11月初，我打算和凯凯出来拼拼看，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环境不错。之前看地图感觉，哦哟，有料哦，希望今天有料啦。但可能这支影片用不到，而且像马龟，可能今天晚上就只有它，对啊然后如果找不到它，就可能全供，对，不一定。我们很常这样，根本什么都没看到，就不能剪片，超尴尬的。为什么全供的话，如果我们有成片，我们应该会解释清楚。就先这样，拜拜，拜拜。A few moments later. 还有红斑蛇哎，这里有一只红斑蛇，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刚才还骗玄凯说这是马龟，一点都不像。你看草莓啊，草莓色，红斑蛇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蛇类，慢悠悠的走。哦，它很长哎，对啊，还蛮大只的。我想把它抓出来。 OK， 那我直接拿出来了。好啊，那红斑蛇有点臭哦，各位。反正也不会抽到它们，对不对？你看这个蛇类啊，就轻轻的把它拿出来，它也不一定会激进，有没有？各位，就这样子，轻轻的。哇，我觉得我示范的不错。没错。其实红斑蛇我不太喜欢抓，因为红斑蛇超臭，超级臭。它受到惊吓的时候，泄殖腔会分泌鱼腥味，腥味，而且是很诡异的鱼腥味，所以我们都不太爱碰它。而且它是对我们来说算普蛇之一，但每一种蛇都有它的自然的美。然后这只个体呢，以成体来说，这是算很鲜艳的，它的暗红色非常亮丽，很好，它都没有臭臭的，很臭的蛇。红斑蛇啊，今晚第一只蛇类没有共估了，太棒了！好，因为是很常见的蛇类，我们把它放走吧。对，我要照起来。然后在路边爬其实都有一定危险，所以我会尽量的让它不要往路上爬。看这很像马龟。嗯 ，OK， 马龟是我们今天的目标物种，对吧？现在季节刚刚好，就是找马龟的时候，就是有下雨、起浓雾，然后开始转凉转冷的时候，平地的温度已经降到25度、26度的时候上山，因为海拔每1000公尺降几度？考试降6度。降6度没有错，所以大概山上海拔1000左右的地方，就差不多只剩18、19度，因为它加上风寒效应之类的。然后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地方，其实过800到1500、2000之间，都有机会遇到我们的马龟。秋季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出没，很特别的一种蛇类，应该说是台湾蛇类的季末生物。今天没有共估啊，我们今天是红斑蛇，看有没有马龟，走吧。2 hours later. 你们有看到吗？你们看得出来吗？就是大雾有飘雨。哇，走吧。这个就是马龟的天气呀。我们今天的目标物种的天气，这个就是马龟的感觉。正季啊，正季 ，Go Go Go！我们等一下找到再跟各位说。对，希望有了。哎，马龟，哎，我弟在跟我在录哎，马龟，是吧？是，不是红斑蛇，是马龟。各位马龟，中了，哎，好像红斑蛇啊！你有看到哈？很明显啊。对啊，哦，你看，哎，真的，马龟，哎，躲进去看不到哎。哎呦，它躲在这边，哎呦，手不要顶这。草莓头，哎，这是草莓头，哇！终于啊，各位，继红斑蛇之后，应该有2小时了吧？我们2个小时一只蛇都没有哎，终于啊有马龟！等下我帮你车熄火，看我怎么。你有带头灯上去？在那个后照镜上面，你帮我拔一下。我兴奋到来不及拿头灯了。太棒了！我以为今天要够烂的，它这样其实很隐秘哎，幸好它发出来。OK，Today 解锁马龟，而且是很鲜艳的，好棒哦！
它的草莓头超明显的，这只好漂亮哦！而且你看它的尾巴那个小贝好漂亮，好漂亮！哇，我觉得在正季看到马龟比在非正季看到它还要开心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戴个帽子。好啊，你要看着它哦。你戴帽子的时候，我先拍它好了。它没有跑掉。你怎么现在看？有我哦。你给我装饼饼，要饼饼了。我去拿饼饼。去拿饼饼啊！人家是马龟。我不应该那么皮的，对不对？那你不应该那么皮。各位，终于啊，我们找了2个小时啊！希望我刚才那个影片我有按到录影哦，不然没按到就是太可惜了。我没有完全拍到，我发现它的过程，我们有将近2个小时都在发呆，什么都没有。终于看到了今天的目标物种是马家山龟壳花，在我们之前马龟的影片，你可以再过去看一次，那个是我们去另外一个产地，所以我们今天是解锁了新产地，太棒了，应该很开开。没错，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我觉得真的有料，明年我们这季来可以晃看。而且上次拍的跟这次拍的个体鲜艳程度真的有差，上次的个体呢应该是快脱皮，然后其实不怎么鲜艳，毕竟是保育类，我们其实都有做记录，然后这次也可以让我们的开，它终于可以见证到真正的草莓头是什么样子了。这只个体呢非常漂亮。既然这样子，我们就从头介绍一下马家龟壳花。马家山龟壳花又叫阿里山龟壳花，我们俗称的草莓头，在香港呢，他们叫做台湾烙铁头。它的模式产地是屏东的马家，它分布不止台湾啊，它是特有亚种，不是特有种。中国、香港、越南这一带都有它的分布，但是台湾是台湾特有亚种。各位，我要跟各位提醒哦，为什么我看到它一直不断后退？第一个，它是保育类，我们不能去干扰它；第二个，我的经验啊，马龟的话，这个个性呢比较敏感，比较暴躁一点。刚看到它的时候，它其实有一点想要攻击我们的姿势。我们刚才其实在观察它的时候，发现我们其实就像这样子。还有那个攻击的姿势出现，马龟比较神经质，也比较凶，拍庆庆那种概念。它不像其他腹蛇科相对的稳定一点点。每一只蛇类的个性都不一样啊。这只马龟我觉得蛮凶的，所以各位在野外遇到蛇类的话，切记都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遇到台湾蛇类啊，尽量蛇类都不要上手，尤其是有毒蛇类。马家龟壳花它是这种剧毒而且出血性毒液，非常的毒，而且它也是台湾珍贵稀有的2级保育类生物。我们就是远远的观察它。我现在跟着它介绍。各位也不要去模仿，我跟它其实有保持一段的很安全距离，而且我们有穿雨鞋，相对之下比较安全。各位看到这种有毒性的物种，就是距离至少1公尺以上，离它远点，毕竟它的攻击范围其实也只有身体的1/3，离它一段距离都是安全的。然后我们在山上看到蛇类啊，就不要去打它，毕竟这是它的家。台湾蛇界会称之为它草莓头，因为第一个它是腹蛇科的，它头是三角形的，鲜艳的个体呢，就像这只，它会呈现一个粉红色的三角形，就像草莓一样，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会称之为草莓头。台湾腹蛇科呢是粉红色的话，应该只有它而已，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征非常明显。如果在野外看到它，我可以告诉各位怎么分。第一个，它的体型不像是红斑蛇。它也是有红色的斑块，但是红斑蛇的红色的斑块是背上等距的一圈一圈，很漂亮，很有规则。然后马家山龟壳花呢，它的红色斑块是像梅花座一样，但是我们考试老师为了考试防作弊，会梅花座一块红色的斑块。我们的马龟龟壳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尾部会有很漂亮的一点一点的白点，这是其他台湾蛇类没有的特征。所以草莓头，然后梅花座的红斑，尾部的白点，以及奇怪的出没季节，这都是我们辨认它的方式。之前呢，我们影片也有介绍到，它的季节特性非常有趣哦。它喜欢在秋末冬初的时候，并且要很寒冷，要下雨，要起浓雾。简单来说，湿度够高，季节要对，比较容易找到我们的主角马龟。今天呢，这个季节我们现在差不多11月初，温度是18度左右，所以可以各位理解一下，这海拔差不多1100到1200左右。我讲的非常详细哦，我希望各位看我的影片以后到这个海拔区间，可以注意一下它在躲在落叶层，没办法发现它，所以才会有一些误伤人或者龟壳花咬人的事情，他们都不是故意的。对，因为腹蛇科它本身就是伏击型的蛇类。对啊，它是伏击型的物种，它会排在那边不动。还有个夹窝是负责感测红外线的，所以有生物过去或者有热源过去，它可以马上观察，然后进行攻击伏击的动作。它主要的捕食对象像是小型的哺类、小型的蛙类，甚至一些蜥蜴，只要它经过，它吞得下去，基本上它都会去捕食。相对的，它的天敌也是一样，其他的腹蛇科只要体型比较大，甚至雨伞节啊，像红斑蛇，它遇到红斑蛇也会被吃掉。所以它的天敌是真的蛮多的。你看它藏在落叶中，完美的隐形，超帅，就是生物在大自然中的生存机制。要去发现它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认真的看、观察大自然的所有的细节，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但是如果没办法发现它，也不会怎样。观看我的影片，
我最喜欢草莓的原因，就是它的脸部、头部侧面呢，会很非常漂亮的感觉，像是玛瑙琉璃珠，玛瑙琉璃珠那种感觉，超级美，镶在它的脸颊侧面。我觉得这是台湾蛇类当中数一数二它最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了。每一个想要记录它的生态人啊，都一定会拍它的侧面照，太美丽了。其他蛇可能有自己的特色，但比不过我们这个玛瑙纹面者，超帅，超级漂亮。然后马家龟壳花呢，分布于全台湾，历年来所有生态人的观察，中北部的马龟数量比较稳定，而且很多。各位呢，我一直说马龟的，为什么叫马龟？因为它其实的模式产地呢是屏东县的马家乡，很有趣哦。南部呢，马龟的数量非常的稀少，族群量真的不太稳定。我当时为了找它，其实跑透了整个南部的山区。我个人在屏东读了4年，我只有在高雄的山区看过，好像只有1只而已。但是我来了北部以后，马龟的数量很明显的非常的稳定，季节到了就很多。等于说我们对蛇类的或者对生物的印象就是，好像湿度够高又温暖又热，爬虫类才会出来，因为它是变温动物嘛。但马龟不一样哦。它超帅的，它就是要冷的要命，你不会上山的天气它才会出来。我之前有一次在北部的时候，有个经验，就是那天晚上刮大风、下暴雨，然后又起浓雾，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个状况下，一晚可以将近看的发现5、6只马家龟壳花。没想到我们今天解锁了新产地，这个位置是在中北部的山区，不是在南部。南部要看到它真的很困难。我也觉得当时发表者真的是蛮厉害的，可以在马家的地方这么稀少的个体还可以发现它，真的是太厉害了。非常的有特色，它是台湾特有亚种2级保育类珍贵稀有的台湾蛇类，所以很多台湾玩生态而且是玩爬虫类的，超级想看马龟的，但是很常共估，整晚就找不到它，甚至连1只蛇都没有。然后它共估原因也很正常，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它的习惯的季节一定是在秋冬2季，然后秋冬2季呢，其他蛇类其实都回家睡觉了，都看不到其他蛇类。当你上山的时候，你整晚，如果你看不到马龟，你可能就是真的共估，因为其他蛇类也不出门。然后会出门的东西你刚好也没遇到，所以很多人因为去找马龟没找到，心里受很大挫折。我以前就是这样子，我找了3、4年都没找到，真的蛮可怜的。但是看完我们影片出去，想要针对这个物种，当你了解了它的生态、它的习性、它的生长环境与气候、出没的气候的话，去观察的话，相对简单很多。懒人包第一个，季节要对，气候要对，然后地点要对，这3个很重要啊。我们其实不建议你们一开始就去找这种蛇类啦。对啊，这个马龟这东西真的不是一个入门的，你感觉就是各位不要越级打怪，可以多跑一点野外，然后了解一下台湾的生态，了解各种其他蛇类，简单的蛇类、捕蛇之类的。你这时候对环境的时候，会比较有那种，就有那种马龟的味道的感觉。各位看到我们其实遇到那个野生有毒蛇类，甚至野生动物你不太认识，你都保持一段距离。我现在这个距离是因为首先它对我其实没什么太大的警觉性啊，然后我跟它保持个安全距离。感谢山神，今天让我们看到这只2级保育类珍贵稀有的马家山龟壳花草莓头山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它啦，我觉得百步蛇没有它有特色。天心啊，我觉得它真的太漂亮了，很高兴我们今天有收获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是冲安蛇，我是君，我们以后呢会拍更多的台湾动植物生态昆虫的影片，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影片给各位亲朋好友或者想认识台湾生态的观众们。就这样子，我们冲安蛇，我们下期见。敬请期待下一集，拜拜。